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巅峰商店的资源兑换建议。转眼间，巅峰夺魁也已经来到了第4个赛季。巅峰夺魁就是个大佬争霸，而我们只需要乖乖到巅峰商店这里去换取我们需要的物资的一个活动。巅峰商店这里使用的货币有2种，比较高级的金令，需要在淘汰赛每次晋级后才能获得，是比较稀有的货币。平民能使用的，主要还是获取难度比较低的银令。天梯赛结束后，假设你顺利进入淘汰赛，那么你将可以获得51400左右的银令。进入淘汰赛后，还是可以拿银令，只是拿的方式会换成彩卷竞猜、观看或参与淘汰赛等等，这些都可以继续拿银令。这样加加减减的，大概计算下来，平民大概也能拿个63000左右的银令。本季巅峰商店也和庆典商店一样，加入了往期的专属封物制。因为这些东西比较稀有，只能在巅峰赛举行期间可以获得，所以会推荐优先换取。换完当期和往期封物制后，就已经消耗掉2万银令了。本赛季新增的封物制是昊天塔，升星属性只是普通的伤害增加和减免。比较珍贵的能力是它的光环技能。会使我方全体5将在 PVP 中的最终增减伤提升 25%。不过老实说，昊天塔给的数值并不是特别高，加上效果又只能在 PVP 中生效，若不是因为它比较难获得，它的价值也不会这么高。不过为了不落后其他人太多，这些银令就能换取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照样把它换完的。接下来是往期3个封物制的选择，它们的升星属性全都是全阵营抗灭。其中第2季巅峰封物制，扶桑尾驴的光环技能和本季昊天塔的光环技能是完全一样的 ，PVP 最终增减伤。第3季巅峰封物制，帝国之旗的光环技能增加的也是 PVP 相关的属性，只不过它增加的是最终暴击率和最终抗爆率提升 40%。如果你是比较注重 PVP 的玩家，那么就推荐优先换取帝国之旗。虽然它也一样只能在 PVP 中生效，但那毕竟都是带最终级别的暴击和抗爆属性，不是那么好找的，所以还是有很大的提升价值。如果你属于对 PVP 比较没有兴趣的玩家，那就去拿第1季巅峰封物制的风霜袍吧。它的光环技能可以提升我方全体5将造成的暴击伤害和受到的暴击伤害降低 25%。虽然接下来就是火烧的真伤版本了，但火烧队不会永远都强势，最终输出的主流还是会重新回到直伤上，所以暴击伤害提升和降低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可以继续投入。接下来要换的是价值8000银令的SP 武将碎片17选1，最有价值的前3名依旧是 SP 诸葛亮、SP 关羽和 SP 大乔。想玩全属国队的，就换 SP 诸葛亮和 SP 关羽、SP 张飞就有就行了。想玩火烧队的，就换 SP 孙策和 SP 大乔。想玩女团的，就换 SP 大乔和 SP 貂蝉。想玩盾队的，就换 SP 司马懿，有就行了。不过官方对待盾队的态度还真是让人心寒，接下来都不用再期待盾队会有什么强势版本了。即使陆服那边会有，到了台服这边也还是会砍到光，所以还是只把盾队当成是第2队，又或者是专门用来打魔窟的队伍就好了，免得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盾队已经彻底没希望了。不过 SP 灵宠的提前现世，其实也是间接的降低了魔窟的重要性。因为以后再也不需要去魔窟商店里兑换稀有灵宠的碎片了。至于以后的魔窟会不会将稀有灵宠碎片也升级成为 SP 灵宠碎片，这个还很难说。目前陆服是还没有这么做，短期内相信也不会这么做。只有等到 SP 灵宠的数量够多了，官方才有可能会开始下放资源，所以再等等吧。除了魔窟外，连带掉价的还有祈愿树的奖励，不知道祈愿树的奖励会不会也在夏季更新成为 SP 灵宠碎片呢？不然的话，在 SP 灵宠上线后，里面送的灵宠碎片
和灵宠券全都会变成一文不值的资源。接下来是价值5000的洛书令和同样是价值5000的9宫令，这些是永远不会掉价的资源。把2个令都换完后，目前银令的总开销也已经来到了38000。再来是价值9000银令，但已经掉价了的稀有灵宠碎片25选1，如果你还缺，那还是可以换的。最有价值的风伯，它在主战的位置会直接被 SP 火蛇给取代。不过风伯依旧可以在助战的位置中继续出场，因为主战 SP 灵宠有使稀有助战灵宠也能每回合释放一次主战技能的能力，所以风伯会稳坐其中一个助战灵宠的位置。至于剩下来的灵宠，他们在 PVP 已经不属于一线灵宠。当然，如果你没有抽饕餮，那么香柳还是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如果连相柳也没有，那就用水猴子先顶上吧。如果是为了打魔窟，那就有更多的灵宠可以选择了，毕竟魔窟是要上9只灵宠的，所以就业需求就相对的变多了。当中，风伯、应龙、香柳、水猴子、白泽、卯兔、地方、鹿鼠，甚至是上古神兽白虎和鹿都还有一定的出场空间。如果没有 PVP 需求的，就可以换这些稀有灵宠。换完稀有灵宠后，目前银令的总消耗量已经来到了4万期，还有16000可以消费。接下来就是想要什么就换什么吧。从比较稀有的角度来入手，最底下的头像框和主城皮肤都可以先换。虽然这些都不加战力，但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换。最后还有祈福铜钱，也是个缺口非常大的稀有资源，平时没什么入手管道，只能在山河里慢慢拿，所以有看到就可以加减换一点来填补空缺。不过祈福铜钱只能用来提升一些非常基础的属性，实际用处也没有很大。如果不是完美主义者，想所有东西都升满的，又或者还有其他更需要的东西要换的，也可以不换祈福铜钱。最后是金令的部分，能拿到金令的玩家，资源都不会缺太多，所以 SP 碎片和灵宠碎片是不考虑的。比较现实一点的，就直接拿 SP 招募券，然后才考虑风物质自选。有能力自己刻 SP 招募卷的，就直接拿风物质也行。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